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老梁观世界。卡梅隆导演的《泰坦尼克号》来到中国，卷走了3亿6千万人民币的票房。那么14年之后呢，他又携着 3D 版的《泰坦尼克号》再次来到中国。那么当年呢，处在青葱懵懂时期谈恋爱的少男少女啊，如今很多已经为人夫了。可是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依然饶有兴味地来到电影院看这个 3D 版的《泰坦尼克号》。因为在每个人的心目当中啊，都留有这样一幅挥之不去的画面。我相信当年看过《泰坦尼克号》这部电影的人呢，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最经典的场面。当年这个《泰坦尼克号》上映的时候，比方说这个小女孩会对小男孩说：“你要不带我去看《泰坦尼克号》，你就是不爱我。”那么14年之后呢，卡梅隆又重新花了1800万美元，用了60周的时间，把这个当年的《泰坦尼克号》做成了3D 档。那么现实生活当中，可能爱情世界比较苍白，有的甚至很虚伪不如意，那么就希望在理想的世界当中有这么一份完美凄美壮美的爱情，给我们充当一种精神上的兴奋剂。而恰恰泰坦尼克号就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其实呢，咱们今天这节目呢，为什么叫泰坦尼克号的美丽假象？因为1912年4月15号的凌晨，那艘巨轮泰坦尼克号在北大西洋沉没了。到现在为止呢，已经正好过去100年了。那么当年泰坦尼克号沉没前后过程当中的一些真相，已经随着雨打风吹啊，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逐渐消退了。取而代之的呢，就是卡梅隆这版电影版的泰坦尼克号的沉没。但是可以实事求是跟大家说，电影版的泰坦尼克号绝大多数情节是编造的，它是给你提供一种完美凄美壮美3合1式的爱情想象。这里边好多东西在现实当中从来不曾发生，有些曾经发生过，但是远没有电影里描写的那么美好。你就咱拿这个刚才我们看到那幅图片画面来说吧，在船头上2个人伸开双臂，这个首先就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在当年泰坦尼克号这艘巨大的轮船上，船头是个禁区，这里边有好多非常重要的涉及到航海安全的东西，是不能随便进入到这个区域的。哪怕你是1等舱的乘客，哪怕你是贵族，你要进到这里边都得经过船长特别允许。所以当年没有任何一个游客有机会能够跑到泰坦尼克的船头上玩这种浪漫的爱情把戏。而且在现实当中，这个杰克跟露丝并没有这样的爱情故事发生。卡梅隆在拍摄这个片子的时候呢，确实了解到泰坦尼克号上呢发生过爱情故事，但是那个爱情故事和我们看到的杰克跟罗斯之间的爱情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泰坦尼克号上是否有过露丝？他是否也经历了生死之恋？你比方我们这里看到的露丝呢，是一个贵妇人少妇。那么真实的里边露丝的原型名字叫坎迪。这个坎迪呢，是一个53岁的中年妇人，离了婚了，有2个孩子。他为什么要坐泰坦尼克号去美国呢？100年前，53岁的坎迪登上了泰坦尼克号，去美国看望自己受伤的儿子。与电影中不同，泰坦尼克号上对坎迪心存爱慕之情的并不是1个人，而是6个人。其中比他小8岁的休伍伦让坎迪有了想要登上船头的幻想。在最后关头，坎迪和休伍伦都幸运地活了下来，上了救生艇。大难不死的坎迪此后为美国的一家杂志写下了自己在泰坦尼克号上的爱情故事，但是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休伍伦却一直拒绝现身，似乎是有意躲避曾经在船上令他神魂颠倒的坎迪。没有了爱情的坎迪放弃了室内装修的行当，专心致志地从事旅行写作。他的足迹遍布全球，甚至还曾经在北京定居过2年。1949年，90岁的坎迪与世长辞，留下了一段让人唏嘘不已的泰坦尼克号之恋。所以现实当中这段爱情故事啊，跟卡梅隆编这个爱情故事之间呢，没什么必然联系。就卡梅隆从这里得到点灵感。有的人说泰坦尼克号确实有令我们感动的，那是所谓这个一些绅士让妇女儿童优先走，这可是真的，这倒没错。泰坦尼克号上确实有这些感人的事儿。而且真实的故事里边有不少这样的。面对生死抉择，他们选择绅士般的死亡，
他们是谁？他们的背后又有着哪些情深似海的故事？有一位富翁叫古根海姆，他当时呢就是来到船边，船要沉了，他看救生艇都满登的人了，他知道自个儿上不去了，自个儿肯定会死了。他返回到船舱里边，到自己的头等舱呢，找了自己一件漂亮的晚礼服穿上，然后告诉下面人说：“转告我的妻子，我要像绅士一样沉默，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了。”就在生死之间表现得很淡定。Mr. Guggenheim, please a few, Mr. Guggenheim. No, thank you. We are dressed in our best and are prepared to go down as gentlemen. 还有一位富翁叫阿斯德，当时他的身价有1亿美金，在1912年有1亿美金，那是世界说得出的富人了。他在当时也看到了这样一种场景，就是他跟他的老婆2个人一起走到船边，然后他的老婆呢下到救生艇里了。完了，他说：“我能和我的老婆在一块吗？”完了，当时把船的人说：“妇女儿童优先，你再等等吧。”他二话没说，这阿斯德转过身去，回到了甲板上，然后静静地坐在甲板上，向他的妻子招手。这时候，随着最后几声爆炸声，泰坦尼克号一点点沉没了，上边的烟囱倒下来了，把阿斯德这人砸到大西洋里头去，也是在生死面前显得比较淡定。还有一个很感人的事，有一位老妇人63岁了，她和她的老伴儿呢，2个人呢一起来到船边，救生艇她是女人嘛，先把她弄到救生艇了。她看到自个儿老伴儿在船上，当时想也没想，她从救生艇又回到船上，把自己身边一个女佣人推到救生艇上了，然后她跟她丈夫说：“你走到哪儿我到哪儿，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能分离。”于是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她和她的老伴儿2个人坐在甲板上，一起沉到大西洋里。就说当时让妇女儿童优先，这个确实在船上发生过，有很多这样感人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得说，实际上在泰坦尼克号上打破了所谓的妇女儿童优先，也就是说真实的泰坦尼克号救生的情况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要残酷那么几分，真相并不那么美好。美国新闻周刊近期刊登报道，妇女儿童优先的动人救生口号并非完全属实，获得优先权的主要是头等舱、2等舱的妇女和儿童。统计数据表明，头等舱男乘客的生还率比3等舱中儿童的生还率还稍高一点。根据保留下来的乘客记录和一些学者的计算，当时泰坦尼克号的头等舱有乘客319人，200人幸存下来，幸存率为 63%。2等舱有乘客269人，117人幸存下来，幸存率为 43%。3等舱有乘客699人，172人幸存下来，幸存率仅为 25%。就儿童而论，1、2等舱共有儿童32人，只有1人死亡；3等舱的儿童有75人，死亡55人。显而易见，作为社会等级标志的舱位成了生命的筹码。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看，是妇女儿童优先，这是绅士法则。所以把这种真相拿起来，你再跟泰坦尼克号上表现那种动人心魄的绅士力量一比，你就知道现实往往是残酷的，没有电影里边说的那么美好。那么说这个船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大的游轮，没有之一，就是最大的。这个泰坦尼克号呢被称为巨无霸呢，因为它的长达到270米，宽呢是得有28米，它整个的重量是46000吨。当时就有人说，就上帝来了都弄不沉这艘船，因为那个时候泰坦尼克号是把欧美整个造船的最高机遇都融在这个船上了。说当时本身这也是工业化的一种需要，当时这个船在英国南安普顿港出发，终点是到达美国。那么这个轮船呢，整个工艺不用说了，里边的3等舱都比很多船的头等舱要豪华，1等舱、2等舱那种奢华的不用说了，甚至就是移动的凡尔赛宫。造价呢，在当时就达到了7500万英镑，超豪华的游轮。前面我说了，说这个游轮上帝来都弄不沉。你看为什么说最后泰坦尼克号上面发现就16艘救生艇呢？说怎么一般的也不会这么点儿？因为当时的这个泰坦尼克号的东家，白星公司的老板就说了，这个船本身就是一艘救生艇，你有那么大干啥？意思它不会沉没。因为他说不会沉没有几个保障，这个船的无线电通讯系统高度发达，
接收信号能力特别强，而且发布信号能力也超强。附近海域只要有知道的过来救援就没事了。再一个，本身它这个密封舱里边有16个大的密封舱，水过滤过去，这船都沉不下来。船体本身也很坚固，就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泰坦尼克号首航就会遭遇到这样的灾难。号称永不沉没的豪华游轮，为何首航难逃厄运？沉没是偶然还是必然？那么说上帝都弄不沉的，他是怎么沉的呢？这段历史非常有意思，虽然扑朔迷离，但经过100年了，人类也大致把它梳理的清楚了。有的情节是在泰坦尼克号电影里边有所展现，有的没有展现。起码有这样一个情节就没有展现。你把这片子从头到尾你看完了，你并没有发现这里头的船员用那种高倍的海洋望远镜往远望，等到发现海平面上有冰山，固定的冰山的时候，到撞上1分钟都不到，这其实是违背常理的。在海洋上应该总有的这样的船长和大副，他不停地用望远镜在看远方，为什么这里没出现呢？倒霉就倒霉这上了，这是一个这些年来被人忽略的细节。他这个望远镜，远程望远镜锁在了一个橱柜里边。当时临出发的时候，管这一片的那个海员被船长给换了。这个海员当时很沮丧，他也想参加这次这个海洋之旅。结果下船的时候他也疏忽，把锁望远镜柜子这把钥匙他给拿走。就是这把钥匙在当时来看是一个很大诱因，如果有它不一定说就不撞上，但是起码可能及早的发现这个冰山，这是其中一个隐秘原因。再有一个，这个船长史密斯有点好大喜功，他当时满脑袋想的是什么呢？我这世界最好的游轮，假如说这段航程1周完成，我恨不得5天就干完，所以告诉船全速前进，以至于发现冰山的时候再想减速时候都来不及了。而且那个时期北大西洋正赶上一段奇特的天气状况，从格陵兰岛分裂过来的这种冰山居然漂洋过海的来到这个地方，还依然保持那么大的体积，所以这个在当时来看呢，虽不属于特殊自然现象，也比较少见。那么具体是怎么撞上的呢？这个事情发生在1912年4月14号晚上的11点多钟。这个时候呢，在船舱里监视前方动向的呢船员突然间发现不好，说怎么海面上怎么有2块桌子大小的固体呢？还不动呢？那就是冰山。由于没有这种超远距离的望远镜，看到这冰山的时候，说这可坏了，这冰山撞上怎么办？这时候船上的船长下达了一个相对错误的指令，告诉他减速，然后左满舵，啪，打左轮往这边转。为什么说这是个错误的命令呢？你看到这个2个桌子大小的冰山，由于你船是全速前进，最后这个船就这么减速，紧急减速，到看到冰山到撞上37秒钟。就说你这个时候即使减速打舵已经来不及了，肯定得撞上。那么冷静理智的命令是什么？船头去撞它，因为船头最坚固，船不会沉。结果这一左满舵，船横过来了，还高速过去了，就跟冰山撞一块儿。船的侧面，这是船的右舷，你左满舵右舷对着，右舷这一边的船相对远没有船头坚固，结果咔撕了一个93米长的大口，顺着这大口子，这冰水哗就灌上，你琢磨琢磨那能受得了？灌进来之后，不一会儿中间这一块承受非常大的压力，整个船咔嚓折了，然后前半截往水沉，后半截在水上立起来了，立起来到了一定程度又承重不了了，咔嚓折了，前半截沉水里，后半截立一会儿吃水，哒哒哒哒也下去了。这是4月14号11点40分晚上，到4月15号凌晨2点20分，前后2小时40分钟，庞然大物的泰坦尼克号沉到了大西洋底。所以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泰坦尼克号是由一系列偶然的事情凑到一块形成的。还有2件事不得不提，第一个是泰坦尼克号在头一天它的无线电系统是非常发达的，它前面有一些船呢已经给后边船发出了无线电信号，说这一带冰山有冰山，你注意一点。结果正好那个时候泰坦尼克号上的无线电系统出故障了，等修完了也错过接收电报了。等他往出发电报的时候，附近最近的一个船呢也是困于冰山过不来，接收了也没法及时的到他这儿来救援。
这也是一个原因。另外一点，这个右旋撞那么大口子，跟什么有关？说钢筋那么结实，上面的铆钉啊，后来把那铆钉从大西洋底下拿上来一看呢，当时铆钉的质量不过关，里边有很多杂质，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力量，啪，它这先断了，整个船体在解体。你会发现这些铆钉是由铁和纯铁结合而成，这样的材质仅仅在一个方向上增大强度，在反方向则是削弱强度，也就是在垂直方向上是削弱强度的。所以当时呢，给了大家一个教训，就是头脑发热的造船业的意识到高科技有高科技的风险，你必须等所有的技术到位了才能建这样的邮轮，如果你任何一个环节不到位，都可能发生这样的惨剧。所以这是当时泰坦尼克号诸多偶然因素凑在一块酿成的一种几乎是必然的悲剧。100年来，关于泰坦尼克号沉没之谜的研究从来没有停止过。最近，泰坦尼克号沉没的原因又多了几种说法。最新理论将沉船原因归咎于月亮。美国德克萨斯州大学物理学家唐·奥尔森和鲁塞尔·多谢尔在最新一期《天空和望远镜》上披露，导致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沉没的罪魁祸首可能是天上的月亮。1912年1月4日，地球和太阳、月球形成了一条直线，月球距地球的近地点距离是1400年中最近的时候，这对海洋潮汐形成了强大的影响。这一罕见的天文现象导致海洋潮汐异常升高，导致撞上泰坦尼克号的那块冰山从它所在的格陵兰岛冰川裂开坠海，并飘向北大西洋，并最终导致了泰坦尼克号的没日。在这条船上啊，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还有8名我们的同胞。这8名上泰坦尼克号的船员都是轮船锅炉工。有人说他们怎么还能坐上这么豪华的船呢？那个时候巧了，1911年的时候呢，英国煤炭工人大罢工，这一罢工，轮船的煤炭也没有。这8名轮船锅炉工没活干了，就想我们能不能到美国去找出路去。现在呢，留下来的历史资料呢，有这8个人呢在船票上和档案上签字，最后8个人有2个人沉到大西洋，有6个人获救，其中有5个用什么方法活下来的呢？这会儿水一灌，他们就跑到救生艇的底下来，扒着船底也下去了。还有一个，这个人的名字叫方郎。当时怎么上来呢？这个16艘救生艇开走了，只有1艘救生艇呢把人运到安全地带回来了。当时船上这个人呢，就说咱看看能不能还有活的。海面上漂浮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就看有个门板飘着过来了，上面趴着个人。当时船上这个英国救生员说那也得救救啊，把他拽上来，拽上一看还有口气儿，船上人赶紧给他葫芦按摩。没事，这个人就是中国人方朗。结果5分钟以后他活过来了，他干了一件英雄式的举动。船上有的船员那时候划船已经累得不行了，他马上替那船员唰唰唰他干上了。所以你看，一部简简单单泰坦尼克号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美丽的假象，但我们把真相翻出来之后，你依然会觉得有那么几分惊心动魄。那么咱们实事求是说呢，电影本身呢就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它本身就有很多虚构的地方。那么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呢，无非是被里边的艺术情节所打动。你如果真要去追究泰坦尼克号沉没前后的真相，会和电影里边的一些故事情节是大相径庭的。所以你从这一点上来看呢，泰坦尼克号呢已经沉了大概有100年了。在这100年间，得有多少真相淹没在当事人的记忆当中。那么你坐到电影院里边呢，无论是你有这种时空错位的唏嘘叹惋也好，还是为杰克和露丝伟大的爱情而流几滴眼泪也好，总而言之，这都是虚幻世界里的一些假象，它并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说你在电影院里呢，可能为这艘巨大的泰坦尼克号沉没所感染，流下了几滴眼泪，感到这种伟大的爱情之可贵。那么当你转过身离开电影院，回到现实土地上的时候，你一定要尽快的把自己的思绪回到现实当中，因为泰坦尼克号它里面发生的事情大多数是假象，不是真实的。而你在现实当中呢，可能这个现实并不美好，但是呢它却非常踏实。
它绝对不会像泰坦尼克号那样随时可能沉没。毛主席诗词里边有这么一句，叫可上9天揽月，可下5洋捉鳖。我们对于外太空都跑到月球上去了，都能看到多少光年以外的这个外星球的事儿，可是对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这片海洋，尤其是对深海的科研探险这块，还有非常大的空间。这不前2天地球最深的地方马里亚纳海沟就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客人名气可不小，他就是泰坦尼克号的导演卡梅隆。天才导演，技术狂人，卡梅隆只身潜入万米海底，在大海的最深处，他发现了什么？无穷无尽的资源，不可思议的生命，海底世界潜藏着哪些未解之谜？老梁观世界，带你走进你不知道的深海。画面上呢是卡梅隆啊，和他的这个深海探测器。这是今年3月26号，卡梅隆用了2个小时36分钟，从海平面下沉到马里亚纳海沟海底。当然了，这一趟下去呢，他在水底下待了3个，搞了很多科研，又拍了很多海底世界。有人说海底不没亮，你怎么拍？哎，他这个潜艇前面有一个长达2.4米的灯，能够照亮周围30米区以内的场景。卡梅隆自打1985年的时候，有人发现了泰坦尼克号残骸，然后就激起了卡梅隆深海探险兴趣。那么这些年呢，卡梅隆已经多次驾驶着潜艇呢到达一些水深呢得在5000米以下的地方。那么他也把这些素材呢陆陆续续拍出了《深海幽灵》啊、《深海异形》啊这些非常好看的纪录片。所以卡梅隆这趟下去不虚此行，他也准备呢把这次拍摄到的东西呢日后再做成3D 纪录片。当然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呢，我们对深海的好奇感来自哪儿呢？来自海怪。你看咱们现在说那个新疆喀纳斯湖水怪，说没有；长白石天池水怪没有；说英国那个尼斯湖水怪没有。为啥呢？你说那水怪那么大个，10几米长，它就这么一小片湖泊，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完整的食物链条能养下这么大个的东西，所以咱们人一般不承认这个。可是呢，咱们普遍认可这个深海里头有可能有那么大个的。你看那个鲸鱼就是个例子。那除了鲸鱼以外，再深处有没有更大个的呢？那水域面积大呀，是不是食物链也完整？有可能有更大个的东西呢？那么这个大个东西是什么呢？咱们一般认可说这是大王乌贼、大章鱼。大王乌贼经常啊跟这个鲸鱼打仗，跟抹香鲸打仗。我小时候看这本杂志《知识就力量》里边就说这么个事儿：大王乌贼呢把这个鲸鱼死缠住，鲸鱼张嘴呢咬住乌贼的尾巴，哎，这俩人斗来斗去，两个庞然大物。这有2种情况，一种是呢这个乌贼呢被这个鲸鱼给咬死了，一种是呢这乌贼通过触角吸盘把这个鲸鱼的呼气孔都给堵死，活活把它窒息了。那么咱们现在推算出来的说这个大王乌贼最大的说有10几米、20米的，因为它吸盘呢说9.5厘米的。可是有人呢从深海里捕获的抹香鲸尸体上面发现呢，抹香鲸身上有那个章鱼吸盘给它带来的伤痕，那伤痕得多大？得有40厘米长。你琢磨琢磨，一个吸盘40厘米长，这章鱼个得多大？不得60、70米吗？但是这个想象呢，在电影里边被经常使。在10几年前有部片子叫《极度深海》，里边就写了这么一个类似章鱼的海怪。极度深海那个时期应该是90年代好莱坞的制作水平。后来进入到21世纪之后呢，咱们做出了更形象的大王乌贼章鱼。哪部片子呢？大家可能忘不了《加勒比海盗2》，最后有个大乌贼上来了，把整个船都裹住了，把船都给弄翻了。这一幕也是让我看的惊心动魄。你看人类的这种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在影片当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那么这种发挥呢，它离不开我们对海洋生物的这种研究。为什么说更多的海怪我们都想象成章鱼的模样？因为章鱼本身呢，它的触角足够长，这使它在深海捕捞食物的时候呢不用太费劲。第二个，章鱼本身是软体动物，它所需要的生存养料不会像鲸这种哺乳动物一样需求量那么大。所以在深海这个地方，应该说像那种不经常捕食的
这样的动物，就说捕食一次够消化好多天，够身体体征维持的，应该说章鱼这类型的软体动物应该有更强大的生命力。所以我们往往呢把这个章鱼、大王乌贼这类的动物想象成海怪的样子。那么深海里边还有没有更奇特的这种海怪呢？咱们现在谁也说不好。但是现代科技呢下到深海研究，发现五光十色的深海世界不存在，海底呢就像荒凉的滩涂一样，你动一下可能泥沙俱起。真实的生物在海底生存的量不是那么大的。 10898米的马里亚纳海沟是地球最深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潜水艇一旦泄漏就会立即爆炸。为此，卡梅隆和他的团队用了7年时间设计这一长约7米的深海挑战者号深潜器。经过漫长的2小时36分钟，卡梅隆驾驶深海挑战者在潜入马里亚纳海沟底部之后，借助 3D 摄像机和 LED 照明设备对这片神秘的海底展开了拍摄。不过，有些让卡梅隆失望的是，号称地球最深处的马里亚纳海沟底部，并没有生活着科幻小说家们所描绘的那些海底怪物，只能零星看到一些体长约 2.5厘米、像小虾一样的独有生物。The impression to me was that it was a very lunar, very desolate place, very isolated. My feeling was one of complete isolation from all of humanity. I mean, I felt like I literally in the space of one day. 那么这个过程我们知道，为什么管它叫探险呢？因为它充满着冒险。你想想水底下的这种压强，要比水面得大多少倍？现在有科学数据研究表明呢，就是每往下深10米，就要至少增加1个压强。那马里亚纳海沟最底下多大的压力呢？它落实到每平方米上边是11000多吨的压力，就1平方米上边就1万多吨的压力。所以卡梅隆驾驶这个深海潜艇啊，上来的时候，这个潜艇被压得缩短了7厘米。你就琢磨琢磨，这么结实的东西被压得缩短了7厘米。而且卡梅隆呢，在这个潜水艇里边呢，能看见这玻璃啊被巨大压力压的都往里弯了。那个玻璃是什么玻璃？那非常非常结实。所以卡梅隆坐在里头，你要说不害怕，那也是假的，因为以前他也没下潜到这么深的深度当中。有人说卡梅隆这次到马里亚纳海沟，这个新闻报道说他是独自到马里亚纳海沟下去的第一人。说他是不是最早就是他下去的？不是，因为在他之前有2个人下去了，那2个人是搭伴下去的。这是哪年的事儿？是1960年的事儿。瑞士有一位工程师叫皮卡尔，他和美国一个海军船长沃尔什2个人搭伴乘坐一个潜艇，那个潜艇的名字叫特雷斯特，一直一下扎到马里亚纳海沟底下，用了多长时间？用了5个小时。说怎么这么慢呢？当时那个60年代潜艇的速度往下走的话，就像电梯那速度一样慢，所以到了海底用了5个小时。但是当时的潜艇呢，已经研究出来了，能够自由升降，不必通过绳子往上拉，所以这又多了几重保险。那么在下到3000米的时候，外边的玻璃受不了，有个外层玻璃咔嚓裂了。当时这俩人琢磨了一会儿，不行，还得接着来，没害怕，一直真到底。咱刚才说了，水底下的压强每深10米就多1个压强，每深10米就多1个，就到了3000米以下呀，那海水要灌进来，潜艇先爆炸了。哪怕你就有个针鼻大点的窟窿，进来的海水，你说那海水是什么？在那么大压力之下，那海水就跟切割刀一样，嚓嚓把你这里切得粉碎，因为压力太大了。所以当时这2位呢，直着沉到这个海沟底下呀，他们当时就是为了证明人类能够到这么底儿的地方，所以也没带什么科研设备。底下再加上把这个海床底下那个泥沙都弄起来了，外边跟牛奶一样浑浊，看不清楚。在这里头，那个海军船长沃尔什说我看见一种鱼类跟比目鱼似的。结果他上来这么说，人家不信，所以这么些年一直争论说那底下有没有鱼。后来科学家根据自己研究呢，来猜测啊，说那么大的压力，像鱼跟甲壳类的不会有，要有生物也是那种就是很低级的，什么无脊椎的，什么腔肠类动物，可能是那一类的。这次卡梅隆下去就看到确实有动物，
就是那种片脚类的动物，3厘米左右，你看着就跟透明的似的，那也是挺低级生态。这也说明那么深的水底下，一般的生物是扛不住那么大压强。那么刚才我说这是1960年的事儿，你看着说现在怎么60年之后这么漫长？这都52年了，卡梅隆才第2次下到这底下去。说中间怎么就没人呢？其实呢，深海探险呢，水越深，这个技术水平要求越高，那么潜艇的造价就越高。现在人估算了一下，就卡梅隆这一下子探到底下去，花费将近1亿美金。当然，这是有人赞助他。你说如果不是说真有事儿，真有巨大作用，谁愿意花1亿美金到底下看看有没有鱼去？那说到这儿，有的朋友说，你说这么些年来，人类在深海探险上，像你这么说，花了不少力气，那是为啥呢？为什么要深海探险？就图好玩吗？就好奇？其实深海探险的概念，基本上是2000米、3000米以下，这都算深海了。在1964年的时候呢，当时美国海军呢创造了一个叫阿尔文的深海潜水器，这个潜水器这些年来到现在还服役呢，带着人呢到水底下4000多次探险。那么这个阿尔文呢，等于给人类带来了好多科研的机会。其中这里头有些事儿特有意思。1979年，美国埃尔文号潜水艇在东太平洋加拉帕戈斯海沟进行常规海洋气象调查。普通潜艇最多到达水下600米，埃尔文号却可以轻松下潜3500米。这一超长本领使他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曾经协助美国海军打捞失踪的氢弹，也曾经在大西洋的深海中找到泰坦尼克号沉船。然而1979年，在厄瓜多尔的加拉帕戈斯的发现，使这些风光的事情都显得微不足道。这一次，他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对生命的认识，这本应是一件轻车熟路的工作。但是在2600米的海沟中，意外却突然发生。一个不明物体绊住埃尔文的推进器，重新调整推进角度，一个轮廓模糊的物体出现在距离舷窗只有5米的地方。探照灯前的情景使舱内科学家惊恐地屏住了呼吸。高大的柱状物体像烟囱一样喷发滚滚黑烟，方圆几百米的范围里，数十个柱状喷发物使埃尔文仿佛置身一个由烟囱组成的海底工业基地。然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片黑色的烟囱里中还存在着生命。这个呢，咱得先给大伙介绍介绍黑烟囱。说什么叫黑烟囱呢？这不2个大陆撞上了，中间就有裂缝嘛，这会儿经常有海啸、地震的什么的。这个海水顺着裂缝进去了，底下是上千度的岩浆，这岩浆就把海水给咕嘟热了，这海水变清水盆，就顺着大洋底下冲上来了，夹杂着底下烧的那些硫化物、金属物，这整个就跟黑的浓烟似的。所以到了海底下，深海探险，你经常能看着一个个黑烟囱，就是海底硫化物，带着这个灼热的海水，顺着这个岩浆口呢，唰就上来了。这是周围摄氏400多度，周围的海水可能就几度，温差差那么大。那说探索这个干什么呢？头一个是为什么？为了资源。咱们地球上石油、天然气，这是大家共同用的资源，储量呢有70%在大海里头，这70%又有超过一半在深海。你说现在咱们这地球能源越用越紧张，就很难再在某个地方发现什么新的能源，该开采也都开采，剩下都是不好开采，都在深海那儿。在大海深处，神秘黑烟囱附近几百平方米范围内，温度从350摄氏度以上骤然降低到几摄氏度。海水裹挟着铁、锌、铅、铜等堆积成珍贵的多金属硫化物，经过长年累月的堆积，形成了从数万吨到上千万吨不等的金属硫化物矿床。专家介绍，海底硫化物的开采成本相对较低，商业价值非常高。一个海底黑烟囱就意味着一个宝藏。目前各国都已将黑烟囱开发列上日程。所以深海探险这儿，首先是从科学的角度要了解深海的一些状况，为了这种资源能源的开发。还有第二个也更重要，就是探索人类
起源，探索生命的奥秘。你琢磨琢磨啊，这个地方水下2、3千米了，没有光，那一点光都看不着啊。然后这一块呢，里头喷出的硫化物是剧毒的，咱们人类都知道硫化物、二氧化硫什么是剧毒，这个地方可以称得上暗无天日、水深火热。可是人类就在这黑烟囱周围，居然发现有活的东西，有鱼有虾，有一种鱼就从这儿弄上来的，能有60厘米长，长得挺像蝌蚪，脑袋挺大，眼睛外鼓，身上呢没有鱼鳞，带有那种比较硬的刚毛，就从这块弄出来了。人都奇了怪了，就是我们平常研究生命啊，说生命你得有什么光合作用，你得有氧有水啊，这是我们的常识。可这个地方有水是有水了，它里头含有大量的硫化物啊，这硫化物是剧毒啊，而且温度还这么高，压强还这么大，这里鱼虾在这能活，你说它靠什么活的？要咱们人类整点硫吃进去，可能中毒了。你看这鱼怎么能拿硫当食物？所以说生命啊，不是我们想象那样，非得有人类生存的这些必要条件才可能有生命形成。那由此咱就想到外太空，你什么咱说火星上能看着冰盖，说火星底下是不是有生命？甚至没有冰没有水的地方，是不是也可能孕育出生命来？而且我们地球上很可能一开始在最早时候没有氧气，没有现在地球这地貌，46亿年嘛之前，那么那时候生命起源很可能就有了。所以你要把这块研究明白了，就能破解出生命当中一些基因密码。那么这些东西对于人类的科技进步得起到多大作用？那非常大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人类之所以孜孜不倦进行深海探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就说这些年来人类并没有停止深海探险，你包括咱们中国都是，中国有个蛟龙号，这个蛟龙号这些年就是曾经37次带着我们11人次的海员下过水。2010年5月31日至7月18日，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中国南海3000米级海上试验共完成17次下潜，其中7次穿越2000米深度，4次突破3000米，最大下潜深度达3759米。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北京时间今天在太平洋进行了第5次下潜试验。当然下水的过程呢，就下去过的人说呀，滋味不好受。说一开始呢，这个潜水舱里装仨人嘛，仨人转身都费劲，那上厕所更费劲。这个人一开始进去啊，里头温度得有40多度，可是随着从100米开始一直到2000多米，就好像呢，从光线上来看啊，就像大中午的太阳，一点点到黄昏，黄昏再到日落，日落到天完全黑，而且温度从40多度一直降到10几度，能降20多度，就在里边等于春夏秋冬4季都经历过了。那时候99%的光都被吸收了，你再往上看呢，就好像一个大的表演皮影那个屏幕似的，任何一个动物在这上走过游过啊，这鱼游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所以有些在这个海域里生存的鱼类呢，为了隐藏自己呢，怎么办呢？把自个儿变成透明的，你看不大清楚。所以那个水域里头透明的鱼类特别特别多。所以这种蛟龙号呢，给我们带来的海底探险的奇观是咱们中国人以前没见到的。所以现在呢，对于很多深海人类没有到达的地方呢，我们更多呢还是存在我们想象当中。现在地球上大洋的海底，我们大约只有8%左右人类到过，剩下还有更多的海底咱没去过。但虽然没去过，海底却在我们的想象之中。法国有位著名的科幻作家叫儒勒·凡尔纳，儒勒·凡尔纳就写过著名的科幻3部曲，咱们好多朋友都知道，《格兰特船长和他的儿女们》、《神秘岛》，还有《海底2万里》。《海底2万里》就讲一个科学家阴差阳错被一个探险家邀请上船，这个船长叫尼莫船长，把他请到鹦鹉螺号。鹦鹉螺号其实就是大潜水艇，然后这个科学家跟着这个尼莫船长呢，在这个鹦鹉螺号上呢，在海底穿梭游行了2万里。科幻里面写的非常神奇，海底的世界什么都能见。这大潜艇上面甚至还有个私人图书馆，然后所获取的一切能量都是从海水当中得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身上穿的布都是海里头的纤维做的。
这一道上也经历很多奇怪的事儿，还有海底猎枪，出去到海底猎场打猎。这个小说当时在世界范围引起轰动，大家都爱看。那么当时潜水艇还没有被发明，这个小说出版之后25年后，潜艇才发明。而且这里边很有意思的是呢，他从红海到地中海是顺海底走廊过去，那个时候人类还没有开凿苏伊士运河呢，甚至这里头潜水服人类还没有发明呢，但小说里已经写了。电灯人类还没有发明呢，小说里也有了，就类似电灯的东西，而且都是这个小说问世不久之后，这些新鲜事物就出现了。这个说明什么问题？有时候科幻呢，人靠好奇心和想象力带来的东西，往往是指引人类科技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坐标。那我们现在说，毛主席诗词里说，可上9天揽月，可下5样捉鳖。我们对于我们脚下这片土地和深海，我们了解到的确确实实还不多。也正因为是这样呢，给了无数科学家跟探险者以非常充实的空间去研究脚下这片土地和海洋。我倒觉得呢，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如果要能把深海的问题搞明白了，能源危机和环境危机这个问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